你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共读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心里的天鹅》。与孩子读童话故事《丑小鸭》，才知道天鹅是会飞的，而且是候鸟，可以飞越半个地球。那现在的天鹅为什么不会飞呢？孩子问我。我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《饲养天鹅的方法》，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欧洲中古世纪的贵族因为喜欢天鹅的姿态，认为天鹅是鸟类中的贵族，于是就想把天鹅养在自己的庄园，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品味。于是他们捉到天鹅以后，用3个方法来使天鹅不能飞翔。一是把天鹅双翼的羽毛剪掉一边，使天鹅失去平衡，不能飞翔。2是绑住天鹅的翅膀，使它无法张开翅膀而不能起飞。3是由于天鹅起飞需要很大的湖泊起跑，如果缩短池塘的距离，天鹅失去起跑线，就飞不起来了。前面的2种方法过于残忍，又会伤害天鹅优美的姿态，所以就普遍地使用第3种方法。久而久之，天鹅就失去起飞的能力，甚至忘记自己也会飞翔了。那些能飞越大山大海的天鹅就成为贵族的宠物了。有一次，我到瑞士旅行，在卢桑的湖里看到一大群的天鹅，游到木桥边向游客乞讨食物，使我的心中充满感慨。这些在湖边乞食的天鹅，可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能自由地飞翔吗？古书里说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意思是说，像燕子、麻雀这种小鸟，怎么能了解天鹅飞行的壮志呢？这句话成为一种讽刺，因为燕子和麻雀依然在天空飞翔，天鹅却由于人类的私心，变成不能飞翔的鸟了。我一直深信人的心里也有一只天鹅，可以任思想和创造力无边地飞翔，而许多人受到欲望的捆绑，或在生活中被减去飞行的壮志，或由于起飞的湖泊太小，久而久之失去思想和创造的能力，也就失去自由和天空的心了。自由地飞翔于天空，乃是一只鸟的天赋，不管是天鹅、孔雀或燕子、麻雀。拥有思想的自由和无边的创造力，乃是一个人灵性的天赋，不管是圣人或者凡夫俗子。可惜许多人被情欲所催迫，失去了灵台的清明了。我想到日本的禅宗之祖道元禅师曾写过一首悟道诗：空阔透天，鸟飞如鸟，水清澈地，鱼行似鱼。天空多么开阔透明呀，鸟飞得像鸟一样，水是多么清澈见底呀，鱼游得像鱼一样。这看来简单的世界，其实隐藏着多么幸福的禅心呀！鸟飞得像鸟，有鸟的尊严；鱼游得像鱼，有鱼的尊严；人活得像人，有人的尊严。这是文明世界最基本的格局了。我喜欢天鹅那优美的线条和仪态，但我不希望天鹅是被养在池塘。我希望天鹅能张开翅膀，从我们的头上飞过，使我们可以望向广大的天空。
古代的中国人认为看到天鹅从远方飞来，有鸿鹄飞至，生命里必然有好事发生。可现代的人已经没有这种好事了。我是环佩叮当，感谢您一同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，咱们下期继续。